現在我用自然農法種的白玉蘿蔔可以採收了。那我現在來為大家來開箱看看，它到底會長得怎麼樣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要採收白玉蘿蔔的時候啊，發現我這一區就是多了很多的蚜蟲。那我沒有施肥的狀況下，會有這麼多的蚜蟲。我個人自己判斷是，今年的氣候條件比較多雨，然後冷跟熱交替很快，有點像春天的天氣，所以連這些蔬菜就是這種十字花科的，就很容易遭到蟲害。那這個就沒有辦法，因為這個是天時的關係。它再加上因為它已經可以採收了，所以植物在落後，所以勢必就會吸引蟲過來。因為我用網子罩住，蚜蟲進得去，但是瓢蟲進不去。所以現在我掀開來之後啊，我想很快的那個瓢虫就會進去，大規模。哇，非常的小，沒有施肥的白玉蘿蔔這麼小，非常的好笑。好可憐哦，跟人家美浓的差太多了。我们这個白玉蘿蔔啊，外面在栽培的話，大概都是40天到50天，他們就可以採收了。那我們家大概都要50天到60天，大概會多人家10幾天的時間。我這邊旁邊會採收的那個白菜，也有很多的蚜蟲。我想這些蚜蟲應該都是蘿蔔的味道吸引過來的。這吸地啊，下面那邊跟上面那邊，上面這邊長得比較好，下面長得比較醜。然後拔起來的時候，我是覺得這邊的土壤比較乾，那邊的土壤比較濕。當然，這個蘿蔔也不喜歡太多水，它比較喜歡乾燥的天氣。這根不錯，這根比較像樣了哦。所以今年呢，我種那個白玉蘿蔔，那我前年也有種，但是我並沒有遭受到這麼多蚜蟲的攻擊。那我的做法也是一樣，沒有施肥，那草也沒有除，但是我還是有受到這種算是蠻致命的打擊。所以我覺得我的感受自己是覺得說，其實我在網絡上去看一些 YouTube 或看一些文章。看這些自然農法的前輩說，就不會遭受到很嚴重的蟲害，我覺得也不盡然了。那我覺得唯一可能很大的變化就是天氣，所以在那個中國有一個古書叫《齊民要術》裡面，它有一句核心的話叫"順天時量地利"，所以我們終究人類還是只能去輔助這些植物，那還是要順應的天時。現在這個蘿蔔的葉子啊，上面布滿了蚜蟲，那我會怎麼處理？我就地放在這邊，蜘蛛、瓢蟲他們會來幫你處理，然後這個葉菜類也會逐漸爛掉。啊，有些人會說，那你不怕它會擴散嗎？我是認為不會。為什麼？因為它隔壁的白菜啊，我有包網子，結果裡面的蚜蟲啊很嚴重。那我經過一個晚上之後，把那網子脫掉，一個晚上，那個蚜蟲居然大量減少，所以有這些蚜蟲就會有它的掠食者過來，它也會幫你整理。那所以你只要就地堆放，這些自然它就會幫你解決這些問題。大自然就是這麼奇妙。我的感受是，其實會有點微微的開心吶，那不會覺得有什麼沮喪的感覺。是因為第一個我沒有在
賣這些農產，所以它長得好或不好，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反而長得不好，你還有前進，還有進步的空間，所以再去思考這個接下來下一年我們要怎麼去做，才能改善這種問題。所以其實不管是哪一種農法，慣性、有機或者自然農法，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因為我們就是在跟自然打交道，在這個跟自然打交道，所以它的不確定性很高，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那個氣候的條件，所以我們每一份的食物都應該要好好去珍惜，因為種這些東西都是需要耗費大量的